中国陆军的大规模换装是个很值得一说的话题，尤其是数量庞大的老59坦克大规模换装就更值得分析。今天就来唠唠中国陆军神速换装老59这事儿。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最近这段时间，虎哥跟大家聊的话题以咱解放军的海空军居多。有军迷朋友私信问虎哥了，我说虎哥啊，啥时候给咱讲讲陆军的新鲜事儿啊？陆军那可是咱解放军的起家部队，隔一段时间也该说说不是？粉丝提要求，那虎哥自然就得安排上。今天呀，咱就来唠唠很少有人提起的一个中国陆军破纪录成就，6年换掉近3000辆老59这事儿。6年前，也就是军改还没开始之前，那时候的中国陆军还保有大量老旧装备。别的暂且不说，单说陆战之王的坦克这块，中国陆军当时6000多辆各型号坦克里，有超过3000辆都是老59，占比达到了惊人的1多半。要知道，这还是迈入新世纪后，军费有了一定上涨，手头有钱了，进行了不少装备更新换代后的人民陆军。那要是再往前推个10几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会儿，老59的占比还要比这更高。新锐主战坦克数量更是少得可怜。对比同时期的美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主要陆军强国，中国陆军从本世纪初一直到军改前的坦克整体质量都是严重脱节，谈不上先进的。真正要说改头换面，关键呢还得看军改的这6年。全面军改开始以来，步入了数字化、信息化合成改编道路的解放军，在装备需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年里能有接近3000辆老59退役被换掉，这可不是说中国军工在6年里就造了将近3000辆新坦克用来替换老59，而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老59都被其他相同定位的新装备取而代之了。但是这个相同定位概念也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要看合成化改编之后部队的装备使用需求。虎哥这就来给大伙展开来仔细讲讲。首先是我国陆军现在的精锐主力，也就是重型合成旅这块，在迈向重型合成旅改编的道路上，这一部分的中国陆军部队使用 96A 以及新锐的 99A 这2款量产型主战坦克，替换掉了原先老迈不堪、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老59。相比过去的老59， 96A 和 99A 对重型合成旅而言的优势专长，那是显而易见的。更强的火力和更好的装甲防护，可以赋予重型合成旅更优异的攻坚突破能力。这也是重型合成旅所担负的主要战场任务，即作为陆军进攻的矛头，完成攻城拔寨、对敌突破。其次就是中型合成旅这块，中型合成旅替换掉老59的装备，那自然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巴轮了。作为轮式装甲突击车， ZTL11 有着远超老59的更强机动性，在硬质路面，尤其是公路时速上要比老59优秀太多。这对于其在中型合成旅中担负的直瞄高机动火力支援任务来说，无疑是最关键的一项属性，毕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火力上虽说看似和升级后的老59同级，都是国产105毫米线膛炮，但大巴轮升级后的火力系统可以兼容更多种类型的弹药，比如新一代的激光制导105毫米弹径炮射导弹，对远距离的敌方目标有着更强的精确毁伤能力，这一点是老59所办不到的。说完了重型合成旅，还有中型合成旅，经常容易被忽视的轻型合成旅也值得拿出来说说。与上面提到的 99A、96A 和 ZTL11 这3款重型装备不同的是，轻型合成旅并没有拿到类似的重火力装甲战斗车辆来替换掉原先的老59，而是因为其轻的特性和定义，拿到了新一代的国产猛式装甲车来进行替换。单从火力上来看，猛式上能装的武器顶破了天，也就是小型遥控武器站，或是架在车顶的反坦克导弹发射架。
虽说是为这些相对强力的车载武器预留了安装接口，但近几年来交付解放军轻型合成旅部队入役的，大部分还是只安装了车顶高频两用机枪的版本，看上去确实火力挺弱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和我军目前没有太大且迫切的实战需求存在一定关系。当然也和部队的重点换装优先级有关，毕竟是有轻重缓急，优先保障重火力装备换装确实更合适一些。有限的军费需要好钢使在刀刃上，轻型合成旅拿到猛式装甲车，至少满足了高机动性需求和一定强度的机动火力需求。毕竟这是轻型合成旅的装备，定位很清晰，那就不是拿来和敌军重火力部队正面硬碰硬的，所以对火力上的需求反倒没有那么迫切。并不是说一味死命堆火力就一定是好事，切合实际需求一步步来才是最好的。